我今天主要教的是上阴影。像这个的话，其实小朋友很喜欢画，而且这个对他们来讲比较不会那么乏味。然后这是我另外又再画一张，然后这一张是我原本的，那我有把它加上阴影。那我这里今天主要教的阴影就是说，如何让它看起来就是从最高点到就是隐藏在下面的部分。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上阴影这件事情就是怕太脏，或者是说觉得上阴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。说明一下我的纸张哦，那我的纸张是那个一般的带砖，然后我这一支的话是 HB 的话，它的颜色比较淡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会从一支一支开始，就是我先上第一支给你们看。好，那你们看哦，这样我的第一支是不是已经开始有立体？上完这一支之后，我会接着上它旁边。然后这里的话，你可以先把就是这些阴影全部上好，等一下再来刷。然后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我是往中间刷过去，有没有？往中间刷过去的原因是因为我要让它中间是通起来的，然后两边是往旁边凹的，所以这边也是。好，然后再来啊，我要来上我的眼睛跟我的嘴巴。我的眼睛，我想要让它这个眼球凸起来，所以凸起来的话，你们就会，所以就先在下面这边上好之后刷开。好，凸起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，凸起来之后，来，我让你们看一下这个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我这个眼球看起来是整个跳起来，有没有？所以我现在就是要教你们，就是让你们怎么让这个眼球整个跳起来。要让它跳起来啊！你们要从这边
就是这是我的带针笔哦，这是我带针笔的线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要在带针笔的下面。所以，如果同学你们现在手上有纸的话，你们自己可以试看看。这个也叫做眼窝，你们知道吗？对，会让眼球跳起来。那这个也叫做眼窝。可是我不会全部都画哦，我大概会只有画一半而已。然后好了之后，请找细一点的，就是笔头最好要细一点的，不要太粗。所以这时候你们就会发现，那个自己做的那个纸笔啊很重要。然后这样子是不是他的眼球是不是就会跳起来了？好，再来哦，我的上嘴唇。也是一样吗？可是我现在如果要画，让它的上嘴唇啊看起来就是嘴唇它有一个弧度，有没有？我就要贴着我的带针笔来画。然后刷开。好，你们看一下有没有？它是不是就会有一个弧度，就会这样凹起来，就会看起来就是那个嘴唇有没有那个有一个弧度这样子？好，那像这一颗的话，因为它没有眼球，所以它没有眼球的话，一样要做那个，因为它是空洞的，可是一样要做眼窝。我给你们看一下，有没有？它这样子就会有那个眼窝往下这样子。爱心也要让它有一个。所以我平常自己在上阴影的时候，我不会一下子就开始这个叠这个叠这个叠，我不会这样子画。我通常会先一个一个，先把我所有的每一个就是每一个主体啊，就是先让它先把它画完之后，我才会开始来做我这些阴影。所以我现在就是一次做。先做这一个眼球，然后做好眼球，有没有？我的眼球已经有凸起来了，有没有？凸起来之后，然后我将它
有没有？你有没有发现，我用更深的，它就会看起来就会更凸，眼球会整个跳起来。然后这个也一样。如果说我也是要让它眼球跳起来，所以这样子啊，它就会变成整个眼球都是跳的。好，这里的话，来这个就是做眼窝，我抬高一点让你们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刷往里往，就是刷的方向往眼球刷的话，它就会有这个眼窝。像这个眼窝有没有？这个也是，就会有这个眼窝出来。可是如果往下刷的话，它就会让整个那个眼球整个就是爆出，这个叫做爆了，眼球就爆开了。然后我这里也要做一个，就是让它翻嘴唇的。好，然后再来我先做1、2、3，我先做这3个的每一个往下叠。我要先把这一颗爱心先让它立体起来。你看这样子，我的爱心是不是就有立体起来了？可是你们有没有发现我这边没有画？因为这边不用画，因为这边如果以就是理论来讲，这边是光照的话，这边它是光照的地方，它不会就是不会有这个地方不会有阴影，它的阴影会在下边。然后这里的话，我就会这样子。我只有在这个时候，就是等我上好阴影之后啊，我才会去刷它的关系，也就是它的前后关系。然后我们看到这样子是不是就有叠在一起？而且它看起来每一颗都就是每一个都会很立体。然后如果说你们就是像我一样啊，就是那种喜欢让它前后关系更明显的人啊，通常我就是还会再拿2B 铅笔，就是去加深它。啊，然后那个阴影哦，不是乱刷，你们知道吗？因为阴影不能乱刷，阴影乱刷的话啊，它会就是会变得脏脏的。好，所以让你们看一下，有没有这样子？我这一个是不是看起来也是蓬的？然后我的爱心也有立体起来了，然后我这一个就是在它的上面，然后我想要让它更立体，我就会把我的阴影加重一点。有没有人觉得说画个阴影要这么高杠？
其实阴影上的好啊，它对你的那个作品啊，它是有加分作用的。而且像这个铅笔阴影啊，它就是你们色铅笔在上阴影的原理。所以为什么像我们去学校读书，它就会就是一开始都会让你学阴影的原因就是在这里。所以像我这个已经有跳起来嘛，所以我这样子就可以很清楚的看见说，这就是在最前面，这在后面。好，那换这一个，我先加这一个好了，因为这样我可以等一下一起做。然后像这个在画的时候，我都是怎么画？我画一次给你们看哦。像这是一个球体，对不对？那一个球体，通常我会先这样子。我会先把这一颗南瓜啊，就是把它这个球体先上好。这样南瓜是不是看起来就会已经有，就是整个圆起来，有没有？通常我的习惯就是先把球体上好。所以你看啊，我这个原理就是，如果你有办法画到像这样子一颗球的时候，以后你看到这个，你就知道说，哦，我要怎么让它整个变立体。刷下半部。包括这个南瓜也一样。好，我现在南瓜已经让它变立体之后，我再来做我的细节。然后这样子，我是不是中间就已经是最凸了？就是上阴影啊，是一件有些人可能觉得很乏味啊，像我啊，我就很爱上阴影，我喜欢让它看起来啊，每一个都是立体的，然后它可以让每一个啊都有那个就是远近的关系。好，然后我这里上完之后啊，我就可以来叠我的颜色了。那你们看一下，因为我这里的颜色其实是浅浅的，所以我如果做那你们看我的阴影会怎么刷哦？我这样刷，我会刷过来一点点。要拿高一点，你们看有没有？我会刷过来一点，也就是让它啊会有一个距离。
让它有一点浮起来的那个距离，所以我会除了这样刷之外，我会把一些余粉啊慢慢往旁边带。然后换这一个。所以你看，我这样已经第一支压着这一支，然后再压着这一支，然后南瓜因为它是在最下面的，所以南瓜的颜色就会变成最深的。然后再来，我要做我这个我的嘴唇跟我的舌头，一样在我的带针笔上面。有没有这样看起来嘴唇就会有一个厚度了？有没有它看起来就会有一个厚度，就是嘴唇看起来就是会有一点翻起来的感觉。好，这样的话，我的舌头看起来才会有没有？就是有一个凹凸感。所以先做中间这里，然后再来做两边，一样就是要用这个球体的原理哦。所以记得就是两边都要画，然后再上中间。好，那我现在我的嘴唇跟我的舌头都好了，那一样。然后再来就换这里，刚刚是画上面，对不对？刚刚我的嘴唇是画上面，但是我现在要画下面，因为我要换成做下面的阴影。有没有这样？是不是我的嘴唇看起来就更立体了？有没有？我下面的阴影做好了之后，我的嘴唇就整个就会有一个厚度，整个翻起来的感觉。当然，如果说像我这样子做阴影的方式是，给大人玩的。如果说你今天啊，你的学生有比较成人啊，比较大人的话，你就可以就是教他们这一种上阴影的方式，包括你自己在上的时候，你都可以用这一种方式来上，因为这样上出来的阴影啊，它才会比较立体。然后像这里啊，我想要做一个就是比较不一样，因为我这边是凹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这里啊，我就想要就是让它这里有一点凹凹的感觉，然后两边是凸的。
有没有这样看起来它就会中间就会往下凹了。好，现在这几个画好之后啊，我来叠这几个，我现在都很黑。那都很黑的情况下，我要怎么让它一个一个可以慢慢的立体起来？像我现在这一个，它看起来就不够立体了。那不够立体的时候要怎么办？我的颜色就要上得很深，而且要比这边还要深。有没有发现我只要颜色够深，这样你们看，只要颜色它旁边够深的话，它这个就会整个立体。好，这个地方，像我现在这个身体啊，我是不是有点分不出来了？那我就可以把它。你们可以就重一点去压它，没有关系，把它整个阴影都叠出来。好，所以你们看一下，有没有发现我的身体啊也有蓬，就是这里也有蓬起来了，而且我的手臂啊也有一个弧度出来了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阴影，大概是这样。然后，如果你们有问题啊，可以留言给我。好，这样子。所以这里大概就是教一下这个比较简单的铅笔阴影。那这个阴影也可以用在你们的缠绕画上。眼球凸的很可爱，对，眼球凸的就是会比较立体感。然后再来，这就是做眼窝的嘛，该高一点给你们看，我聚焦给你们看，有没有？像这个就会有眼窝，包括这个都会有眼窝。然后像这个嘴唇有没有？它就会看起来有没有？嘴唇就看起来就厚厚的上嘴唇，然后会有点往上翘的感觉，这样子。就是先画球体，画完球体之后再来上我们的细节，上完细节之后再来一个一个慢慢叠，慢慢叠，这样这里好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是我完成的。好，然后你们也可以去找一些，就是到 Pinterest 到那边可以找一些，就是表情包，那边有很多的表情包可以做。好，那我这一张是完成的，然后这一张的话，我可能还会顺便把它画一下，这样子。